俺媳妇儿有一块家装银元，俺朋友啊想3000块钱买走，这几天啊天天撵着我，叫我卖给他，你帮我看看这亏不亏啊？一般媳妇儿的家装银元啊，可不能轻易变现，在变现之前，最好是征求一下咱媳妇儿的意见。我先看看是啥样的意见。那肯定不管征求他的意见啊，估计要是征求他的意见呗，啥都卖不成。他那东西啊都宝贝的不得了，我肯定不管给他说啊。哎呀，你这是一块带分的北洋龙，如果是一块美斑来啊，也就大几千。但是我细看的话，还是一块艺术字卷山骑士啊。啥家伙艺术组织？啥家伙卷山，啥家伙四我啥也不懂。我看人家一块北洋龙呗，市场价不都是3000块钱左右吗？那普通的北洋大概市场价确实在3000左右的样子，但是像你这种不懂行的呀，也能说出来一个大概。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而你这个卷山棋子艺术字啊，它和普通的北洋龙不同的地方就是34这俩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方式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的？我真没看出来啊。反正我对音乐不太懂，俺朋友啊比较懂但是他没跟我说啊。哎呀，没告诉你太正常了。你这个朋友我感觉不太地道，明明他懂音乐，拿这种艺术字给你开出来普通的价格，他这种行为啊是想捡你的漏。你今天幸亏是拿过来我们家，不然啊，那媳妇儿非得让你跪搓一板不得。没你说的那夸张吧？俺朋友这个人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几天都请我吃几顿饭了。我都是他掏了钱。我都没掏过钱。那吃几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连续几顿不让你付钱，这说明啊有求于你，有可能啊他想买你这块银元。你想想，5事献殷勤，请你吃饭肯定里边有事啊。再说所谓的酒肉朋友都不靠谱，你想想在一起吃吃喝喝，不照顾你银元的市场价，想低价买走，你说这算啥回事？你也不用讽刺俺朋友。我觉得呀，他这个人为人不错，除非你能把这个豆腐渣夸成一朵花。你这绝对不是什么豆腐渣，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罢了。其实啊，家里边能有一块北洋龙已经很不错了。通过恁媳妇儿这个嫁妆来看，恁媳妇儿这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。你细看啊，他这个3和4，细看3和4，它就不是正常的阿拉伯数字。3卷起来，你看就像耳朵一样；4它就像一面旗子一样。因为卷山骑士这个斑发行的比较少，所以它这个斑啊，整体都是全身打的居多。细看你这个可谓是全内齿、全龙鳞，包括背面都是全字口，背面包浆，你看多少带点彩，不然皮盒啊也不会给到你35分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35分，基本上皮盒能给到分，这价格啊一般都非常美丽。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就目前你这个卷山骑士状态来话呢，我感觉啊在2万左右吧。啥东西啊？2万块钱一个？对，俺朋友只给我3000啊。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？所以这不是叫我当冤大头发了吗？刚才我就说你这个朋友不太地道，这明明一个好版卷山骑士，非得给你估出来一个普通北洋龙的价格。这几天天天请你吃饭，目的啊就是为了捡你这个漏。不过你这幸亏也没卖过的，不然啊你这真出啥事可被你说着了。俺家的那脾气啊可厉害了。对，平时那零花钱管的都可严。这东西要是卖钱卖的亏了，那我回家绝对得跪搓一板。跪搓一板是小事儿，主要是你便宜卖出去啊，恁朋友再倒给别人的话，你掏钱想买你都买不回来了。再说恁媳妇儿的嫁妆，它相当于是娘家人的一份依托，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轻易卖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赶紧给恁媳妇儿拿回去，别再想再卖的那个念头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这幸亏是没卖，不然啊真的都得出大问题。谢谢你了，老板。没事。我这有家传了几十块带龙的银元，我都已经花2000块钱全部凭你入盒了。你看一块值不值10万？我看你这大小相几好，可不是什么银元，你不能说上面带龙它就值10来万。来，我先看看是啥。这价格可不是我自己定的因为我这几十块家传银元，我这鞋可不少花钱，价钱低了我不想卖。你这全是评级入盒的银号啊，数量确实是不少。如果都是这种广东2角龙号的话，那你这一个卖不了10万。要不是我现在手里没钱，我绝对不会来你这儿说10万。这哪一块少10万我还真不卖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值不到10万，因为你这些光绪2角龙号啊，存世量比较多。就以你这些45分的为例啊，
状态这都是原味的，但是都流通过，品相的话很一般。你别说你想卖10万，你给别人要10万一个，咱说句不好听的，能让人吓跑。你说的有点夸张了。我现在的困境是没有遇到一个有钱的老板。遇到了，几百万就一下子我买走了。几百万他可不是那种津巴布韦之币啊，一个人能挣几百万嘞，那都是人中龙凤了。人家既然花那么多钱买东西，看中的其实就是他的回报率。几百万买你这些广东2角龙袍，你说能有啥回报率嘞？我这都是家传100多年的古董啊。我知道。据专家说，外面的存世量只有几个，而我家一下子有几十个。又是专家说的，这个专家给你一个估到10万，看来没少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。你都没想想他们这句话是不是前后矛盾？既然全世界存世量只有几个，那恁家一下子传下来几十个，这不是很明显与理不通吗？如果你这些音效真值10万一个的话，你拿给谁看，他都应该很抢手，而不是像我说的很常见啊。我知道你们实体店的套路啊。上来先是一阵的贬低，然后趁机压价，没有，以此来赚了盆满钵满。哎呀，你这没有一丁点依据啊！你记住一句话：状态好的银元，它永远都是好价格。像你这些龙袍啊，在晚清、民国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主流货币，每5个才能兑换1块银元，是所有同类货币里边存世量最多的。而你这些都是光绪年间的。你相比那些宣统存世量又多一些，这是大范围说它的存世量。另外啊，你的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 ，AO， 这个 XF 都表示流通过的状态。这个随便拿一块吧，看它的状态，你仔细看一下，确实有这个流通痕迹。你像那种 MS 未流通的状态，现在一块才300-400，而你这种原味，市场价绝对不会超过200，150-160，这是它的一个正价。不可能，这一块我都花了50块钱的评级费了，被你计算计不算，这越来价钱越低了。那你这些银行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你即使不去入盒，对它也影响不了啥价值。所以说入不入盒价值相差不大。我感觉啊，你应该是被那个专家啊给洗脑了，因为你这个银行太常见了，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专家，他们都是靠高价来割你们这些啥都不懂的韭菜来。你想想，这今年估计也没少花钱，花了这钱不打水漂了吗？你不管咋说啊，我都相信专家的话。因为我为了这些银元已经花了好几万块钱了。我再等有钱的老板吧。你别等了，我感觉啊，网上专家啊给你一块估到10万，这都是虚报的价格。这几年啊，说实话他也没少忽悠你各种钱。为什么不让你等了吧？如果真值10万一块的话，专家早就给你卖出去了，这是其一。第二个，如果真值10万一块，对别人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。你想想，那有钱人早都给你全部买走了，不至于说啊，你这卖了几年还没卖掉，你自己看吧。算了，我看你也不识货，我还是去找有钱人问问吧。那行，那我给你装进来，你再去找别人吧。